快点开。钱市长啊，曾副市长他们都在等您呢。啊，知道了，请吧。你说什么？又有人掉进去了？昨天晚上9点，在城中区上海路，一个2岁女童掉进了无盖的窨井，至今下落不明，估计没有生还的希望。荒唐，荒唐！上个月省委中书记专门为这个无盖窨井吞噬人命的事做过批示，发过通报，你看又来一次。给我严厉追查责任者，该撤的撤，该免的免，谁要不管老百姓的死活，我们就摘他的乌纱帽。是。江那边知道吗？哦，钟书记到下面检查工作去了，估计还不知道。不过赵副省长打电话来询问过。啊？他说什么？没说什么。是不是他打电话告诉你们，你们才知道这个事儿的？好。这也是我这个当市长的一大罪过了啊！你们就给我惹事儿吧！你今天就要通知市委宣传部，让他们组织一下，对无盖窨井吞噬人命这个事儿做公开报道，不许护短，让电视台和报社都去。是。哎，你还不去跟着干什么呢？省环保局的人来了，要见你。还是国际工业园排污管泄漏的事儿，下游的几个县市一早就来告来了。那送水的消防车都派出去了吗？哎呀，这又哪失火了？估计是我们钱大市长的引水工程吧。真是，你说我们这么大个市，还靠着中江，怎么就喝水那么难呢？哎呀，这跟人家说啊，人家不一定相信呢。靠着江有什么用啊？中江水又不能喝，不彻底根治啊，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。政绩工程，哎呀，真是太不凑巧了！我要到外地开会，现在正在赶往外地的路上啊。好，再联系啊！好，我知道，我已经派车给你们送水去了啊。好，再联系，好吧？好，就这样。这样，大家赶紧收拾一下，咱们会议改地址。这下游几个市的领导都急了，都要来找我，咱们换地方。曾市长，走吧，啊！那环保局的人，你们去见，我不见。可人家要见的是一把手。那好啊，让他们去找李东方，他是市委书记，堂堂正正的一把手啊。可李书记一大早就出去了。啊，钱市长，再怎么说，人家是省环保局的，王局长又亲自来了，您看。哎呀，行了，哎。你们随便去找一个市级领导陪陪不就完了吗？啊，非要我这个市长去出丑，看着我这个市长被人训，你们高兴吧？啊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，可李书记不是不在吗？你好了，我也没别的意思，你也用不着那么紧张啊。哎，不是听说贺家国要来报道吗？让他去接待环保局吗？啊，这合适吗？这哎，怎么不合适啊？李书记又不在，我又忙。他这个市长助理不出马，谁出马呀？啊，哎，再说他贺家国可是商场老手，这种应酬比我们有经验。他要不合适，就没人合适了。就这样吧，啊！哎，钱市长，哎，完了，到前面往左拐。您对这很熟悉啊，李书记。李书记曾经在这工作过，这里可以算是他的第二故乡嘛。喂，我是李东方，是老陈。老陈，喂，
这里是山区，信号不好，要不咱们到前面找个村回个电话。钟书记还等着我们呢，到秀山再说吧。哎呀，李书记，你可来了！哎呀，徐汤同志，哎，钟明仁钟书记呢？他走了，回宗江了。回宗江了？他等了你一会儿。哦。后来省里来电话，他说有事儿就回去了。他让你到市里去找他。他好像很不高兴的样子。哦。啊，哎，你们不在镇上待着，跑县上干嘛？不会是要钱吧？他找我什么事儿？还不是移民的事儿。哦。嗨，李书记，不瞒您说，我都头疼死了。小曹，你这平岗的事安排一下。我借你电话打几个电话啊。小王。李书记，这位烈士跟您是？她是打工同志原来的夫人，也是我的老师，永远是。啊，这么年轻就去世了。陈书记，李书记，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本来去平岗找你，半路上碰上钟书记说你在这儿，就过来了。书记，田正达携公款潜逃了。好，坐我的车，你们俩。好，把周堂书记送回去啊。哎，好嘞。我送你回家。田正达说积极配合破案，我和达公同志在大会上还表扬过他。是啊，我也没想到他会出事，而且涉案的金额会这么大。多少？3个亿。混蛋！李书记，我一直认为田正达是您和赵达公同志派去搞接管的，所以在思想上也是有些麻痹。哎，于英同志，赵省长跟李书记点名让田壮达接管市投资公司，跟这个案子的本身没什么关系。你等一下，让周局长说吧。一个公司啊，出了那么多事儿，一件事比一件事大。我过去的市长，现在的市委书记，这个脱不了干系的。赵省长也不会赖账，你说吧，周局长。事实证明，田正达这个人是用错了。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，田正达就在配合办案过程中，把老婆和孩子全都移居到了国外。前几天我们接到了确凿的举报，着手进行调查时呢，发现账上的3亿公款已经换成外汇，全都流到境外了。另外，我们正要立案，田正达又突然消失了，说是去上海出差开会了。可这一去就没有回头，这一切都很蹊跷。这么蹊跷？李书记，我们对田壮达的调查是秘密的，这里面肯定是有人泄密。哦，知道了。你们想方设法把田壮达抓到，抓到以后泄密者不就抓到了吗？3亿公款也追回来了。哦，你们有没有什么具体办法？估计田壮达还在国内，我们已经上报了主管部门，请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发出通缉令。如果田壮达已经逃出国门，
我们准备通过国际刑警发出红色的通缉令。有没有具体线索呢？哦，你这件事情没向赵省长汇报吧？没有。你马上去跟他汇报一下，看他有什么指示。现在就去。现在就去。英同志，你等一下，有一情况我跟你了解一下。我拿着。于英同志，刚才我觉得你好像有什么话要说。没有。那就好，我是怕你刚调过来，工作上有什么顾虑。还好。去码头，对，那你跟小曹说一下啊，晚上过去。英同志啊，我刚才听明白了，你呢是因为从一个熟悉的环境，刚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，不太方便。我有过这种经历，不过你放心大胆的干，有什么事你及时找我，好吗？是不是想说什么？好，对，我是想说。说吧。你不觉得有些人并不希望把田正达抓回来吗？你说为什么？如果把他抓回来呢，不知有多少干部要卷进去，那样会给某些人出难题。你说吧。另外，我觉得中央有一种很强的这种排外情绪。从我调来那天起，就有人讲说我是从省里派来揭盖子的。好，我知明白了。那个，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你说，到中江揭盖子，这个我欢迎，但是一定要有事实根据，是不是？李书记。您可能误会了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不要解释了，我明白了。你是一定要把田壮达缉拿归案，对吧？很好。那你就依据你的线索大胆的去工作，有什么事儿，不过你得及时跟我汇报，不要管我在哪儿啊。我走了。钱市长派去送水的车。老钱从来没想过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这样怎么行？泄露啊！昨天晚上发生的，下游的一些市县，一大早上打来好几个电话。你马上给国际工业园那个头打个电话，叫他过来见我，还有那个钱市长，叫他也过来。好的。还有，郭家国来找过你。他调动问题解决了。对，他说已经办好手续了，明天上班。好，很好，太好了。这么说，省委组织部找你谈过话了？差点没把我谈睡着了。那以后我得叫你贺市长了。助理，赵省长，我是贺助理。少和我犯贫！你今天来找我到底是干什么？是不是因为我过去反对你从政，你心里不服气，来向我示威的？我哪敢呢？我是来感谢你的。真的，感谢你对我的支持。不要感谢我，你去感谢李东方吧，是他非要你不可的。好像少了你这盆狗肉啊，就成不了宴席。不过这次呢，我倒是也没反对，我已经不是中江市委书记了，没必要避嫌了可是说心里话，家国，我希望你最好不要到中江去凑热闹。你以为这个政府的官是好当的你等着看吧。
有你难受的日子。家国，你要和阿慧离婚啊？爸，不是我要和阿慧离婚，是阿慧甩了我了。人家不喜欢我这个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人，喜欢黄头发蓝眼睛的美国人。哎呀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我看呢，主要责任在你。3年前我就劝过你，让你到美国去和阿慧一起发展，可是你偏不听。跟你说实话吧，前2天阿慧给我来过电话，说她这次回来要来办手续。我呢，2个晚上都没睡着觉。你知道，我就阿慧这么一个女儿，也没有儿子。我是一直把你当自己的亲儿子对待的。家国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走这步，好不好啊？你再好好想一想啊！要是愿意和阿慧到美国去团聚，阿慧那里我来跟她说。爸，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，不过我还是想在中江来体现我的人生价值。陈经理，我再一次提醒你，你身为红枫公司的党总支书记兼总经理，对今天这个事儿你要负主要责任。是啊，我是有责任的。你有什么责任？毕竟1年前我是中江市委书记嘛，官司遗留问题没解决好，我当然要负责了。啊？你总是替别人着想，可是他们呢？哎，那个沈小兰简直就是个泼妇，你不知道她骂的有多难听。哎呀，人家官司输了，心里不舒服，骂2句也是可以理解的嘛。那就请你转达赵副省长，要不请他和省政府把我们这些积压的服装全部买走，要不就以非法占道经营把我们全部赶走。沈经理，你这就不讲道理了。赵副省长和省政府为什么要买你们这些积压产品呢？你们把红枫公司搞成这样，你们还有理了？我们是没理呀，有理我们也不会打不赢官司嘛。那您这么说，我们赢官司的倒有罪了。整个官司的审理过程您是清楚的，我们是合理合法。哎，可他们居然现在在我们门前摆起摊来了，我们没法工作呀。你们这么干还讲不讲安定团结？难道打不赢官司要怪罪省政府吗？我没说怪罪省政府，但有人必须要负责。谁呀？你还是不知道的好。不过你可以去问赵副省长，他知道的最清楚。这情况你不要说了，我都知道。这样，我会派陈忠诚来妥善处理的。啊，他你总信得过吧？那我更信得过您。那就好啊。娟娟，你先回去，首要的任务就是安抚好自己单位的职工，千万不要跟沈小兰他们发生任何矛盾和冲突。你是共产党员，又是人大代表，要以安定团结为重，啊，千万不能再跟我捅什么娄子啊！您放心吧，我是在您主持工作期间扶持的典型，什么时候我都不会给您丢脸。
像激化矛盾、影响安定团结的事，我绝对不会做的。中江市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可能没有法治的嘛，是不是？有您这句话，我心里就有底儿了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好的。哎，娟娟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啊，你要多找找李东方，他才是你们的市委书记啊。我跟他不熟，所以不是工作嘛，熟不熟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跟李东方接触一下就知道了。我现在已经不在中江工作了，虽然过去和东方是老搭档，但是插手太多，总不是太好吧？啊？那好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走吧。喂，陈仲成吗？你这个中江市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，整天都在干什么？你呀，赶快去把红枫服装公司的事处理好。这种场面要是让中组部的同志看到了，我怎么解释啊？赵省长，中组部考察组的同志还没有走吗？还住在省委招待所呢。前天中组部的同志找过李书记和市里几个班子里的人，好像是关于提您当下一届省长的事儿。好了，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啊？是的，我马上去疏导。不过赵省长，他们看来是有组织的，说是要请您和省里的几个领导把他们手上的服装全买走，或者什么？这样，我干脆亲自跟他们谈一谈吧。这不合适吧？有什么合适不合适啊？人民的公仆岂有害怕人民的道理啊？你去请沈小兰还有他们的代表马上来见我，我在这儿等他们。嘿，真是政府的红管家呀！吓我一跳。吓什么吓？是不是拿人回扣了？王经理，一共3桌，你就敢给我算98瓶饮料，心也太黑点吧？徐主任，这可是你自己数过的呀，一共是98瓶饮料。我哪知道你从哪弄下这些空瓶子呀？去把你王总叫来，不是那个，我跟他说。哎呀，算了，这个别较真了。中江宾馆也是政府的嘛，啊？快去啊，我等着呢。去把王总叫来。好了。干嘛呀？贺市长，别那么乱做好人。我1年就这么点接待费，而且中外来宾那么多，你让我怎么安排呀？那你就别鸡肠狗肚的了啊！接待主任亲自数空瓶子，你就不怕丢人呐？啊？哎，找我来什么好事啊？去。什么好事？我想让你来关心一下广大人民的疾苦。广大群众的疾苦有你们这些公仆关心着，还要我干什么？啊，徐主任，哎，徐主任，你看你又批评我们呢，你批评我们，我们就改嘛。你说，饮料算多少瓶？你姑奶奶金口一言，说多少就是多少。我看最多50瓶，你再给我耍花招，我可搬到人大宾馆去了。哎，别，我们宾馆上上下下可都把你当姑奶奶捧着呢。我们对待市长、书记可没对待像你这么尊重啊。别说那么好听，你呀是尊重我手里的这些接待费。去吧，谢谢。哎，主任，顺便汇报一下，晚上招待省环保局的那桌，我安排在罗马厅了。你看市政府领导谁到，有什么别的要求没有？贺市长，你问他。贺市长。贺市长，你不是华美公司的贺博士吗？啊，是我。贺博士现在是市长助理了，李东方书记点的将。好，博士参政，这是时代的进步啊。就按照主任说的办吧。
要按照我的安排啊，这个排场就大了。好，我马上就去办。好，谢谢啊。好，再见。你说这个钱市长啊，我第一天上班就安排我顶雷子。什么雷子呀？第一天报道就有宴请的美差，你还想怎么着？什么美差呀？国际工业园区呀，又出了污染的事儿了。钱市长和那帮副市长们，没有一个人敢见环保局的人，所以就把我推出来了。你说这是美差呀？原来是这样，我说怎么钱市长点你的名呢？简直是荣幸之至。李书记，情况是这样的，作业园区主排污管发生泄漏，一部分未经处理的废水直接排入了中江。经过紧张的抢修，目前已基本恢复正常，排污也基本达标。基本达标啊？啊？昨天晚上是泄漏啊，还是排污啊？你查了吗？你知道中江老百姓怎么说吗？你别给我来这套了，你赶快到找那个环保局找他局长、副局长，你一块儿到这儿查一查，昨天晚上谁排的污？查到以后重罚，把这个企业给我罚吐血了，不行。国际工业园发生的这种恶性事件不是第一次了吧？前年发生过一次，去年又发生过一次，你们叫我怎么向下游地区的老百姓交代呀？是的，国际工业园本来就是个垃圾园嘛。那你们为什么不尽早把这个垃圾园关掉呢？我们认为它是垃圾园，可是有些领导不这么认为啊，还把它作为政绩。这问题就开始复杂了啊！我们还是边吃边谈吧，边吃边谈。也好王局长、李局长，边吃边谈啊。这一次次污染，这还了得吗？你到下游看看去，这污染这么严重，下游的老百姓还活不活了？你还告诉我，抽样什么合格，什么水流什么达标，你那水样从哪找的？蒙我的你这！李书记，那我也讲真话吧，确实有些企业夜里偷偷排污，可就是抓不到证据，想罚也找不到主，把工业园的所有企业都给我罚了。好，我们一定对这个垃圾园严格监管。可是何市长，我敢声明一下啊，国际垃圾园我从来没有说过，这个话是你说的，发明权属于你本人，我可不能略你之美啊。霍市长也是开玩笑的嘛。这个玩笑就不要开了吧。国际工业园毕竟是我们第一个国家级的开发区，当时的决策是正确的，以后的贡献是巨大的，它的历史地位是谁也改变不了的。国际工业园目前发生的问题是管理上的问题，是你们的失职造成的。王局长，这不管是谁的失职，都不能容忍啊！我建议你们一定要一查到底，找省委省政府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啊！这工作让我们怎么做？国际工业园区是谁一手抓起来的？大家心里都有数。工作难做啊。李书记，不行，我就辞职吧。你想辞就辞啊？你还是等市里来撤吧。你还这个那个的，这件事情不管是谁抓的，那也没让你往中江的水里排污啊。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，已经进入了生态文明阶段。国际工业园区的这种污染，就是对大自然的野蛮掠夺呀。它这个本身吃吧，你看菜都凉了啊，吃吧。凉了就算了吧，反正我们也吃不下了。我就一直不明白，你这么鼓动我们一追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国际工业园是谁一手抓的，你清楚吗？我看你今天摆的这是鸿门宴吧？我说什么了？啊？吃面吧，吃完以后回去等候处理。
好，我终于解脱了。从我上任的第一天，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。我注定是一个替罪羊的下场。您批评我们这都对，可是这一切归根到底是谁造成的？他就没一点责任吗？李书记，我知道您看着这个烂摊子心里着急，拿我们这些小人物出气，我不怨你。这些年我是又怕这天来，又盼这天来，现在来了反倒轻松了。好了，李书记，谢谢您的面，我走了。阿尚，小李开车送他回家。哟，回来了。啊，女儿来电话了吗？来了，问你呢。干嘛约着你呢？哎呦，老跟他俩一块儿。走吧，你不向李书记汇报了？还是先去省委。菜做的很熟啊。哎，毛巾往哪放呢？哦，来，给我。哦，对了，苏媛啊，嗯，女儿给我抄的那个国联网的网址。哦，在橱柜里呢。橱柜里。去看看。哪个橱？哦，这儿呢。苏媛啊。哎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呀。来，看看，这是别人送给你的礼品。送给我礼品？这个里面呀是100套西服。谁送的？红枫公司，怎么他来闹来了吧？没有，就送2箱西服来。送我干嘛？那你帮忙给推销一下呀。胡说呢，我怎么能帮忙推销呢？我成个体户了，那你卖去吧啊！沈小兰干的吧？就是打个电话跟他说说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不，这电话我不打，要打你打，你不是老大哥吗？那好吧。你可真打呀！这不是沈小兰他们的意思，那是老赵他们让送来的。老赵。露露。啊。这150套西装就交给你处理了啊！哎，动作要快，好，最好是明天早上，就想办法弄12000现金支票送到红枫服装公司去啊。好的，这事儿我会办好的。喂，东方啊，对，是我让人把这批礼物送给你的，2大箱，我还3大箱，比你多1箱呢。哎呀，红枫公司就这么个现状，你说怎么办呢？我们这些当领导的，总得想办法给他们化解缓和一下矛盾吧。哎，就算是我们给红枫公司的干部群众送点温暖吧。对，当前的关键是要稳定。哎呀，我们的麻烦事已经够多的了。哎，好，行，那就这样啊，好，再见。老赵，莲子羹快煮好了。对了，这批服装1分钱都不准赚，还有，不要做违反原则的事情，强买的。
好，放心吧。老李啊，我说这100套西服，你还真要买下来啊？跟你说话呢。哦。你看能不能这样，让你们市委办公厅买，这市委机关1人1套，多好啊！什么？好不好嘛？这市委机关1人发1套多好。素云呐，这不像你说的话呀。怎么了？市委机关，你行了，8000块钱决定了，已经买下来了，就买，别说了。8000块钱你都不在乎，我问你，你有几个8000块啊？这赵达公说话你就那么听啊？你瞧你这窝囊的，当市长的时候这么窝囊，当了市委书记还这么窝囊，你什么时候成头啊你？我说你苏云同志有问题啊。什么问题？就这么点小事儿，8000块钱买了就买了嘛，是吧？不管他是什么样的问题，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。话又说回来了，达公同志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嘛，老领导，他有什么困难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帮他呢？很好。丽娟，什么帮不帮的？我们家老赵你不是不知道，他心软，看不得老百姓犯难。不过啊，你们这次和洪峰这一闹，我可倒了霉了。他们送来3箱衣服，非得要老赵帮着卖，老赵哪有时间呀，是吧？还不是推给我啊？哎呀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喽。什么？你买？哎呦，这不太好吧？这就太麻烦你了。不过钱倒是不多，1套300元，150套就是45000元吧。哎，老赵说了，不让赚1分钱啊。你买过去之后，原价卖出就行了。好，那谢谢你啦。哦，不用不用，明天我自己去拿。好的，再见啊。哎。老赵，你还没睡呢？跟谁打电话？一个朋友，还不是为那些服装的事吗？啊，我还是这句话啊，违反原则的事绝对不要做。哎呀，你放心吧。药吃了没有？好，吃了。你先回去吧，甭等我了，一会儿自己打车回去。于印同志，陈书记，这么晚了还忙着呢。你不是也很忙吗？这么晚了还往省委跑啊？裴总书记给我打电话叫我过来一下，老领导嘛，想跟我聊聊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我知道你这个人是很讲究程序的。我只是要提醒你，这个案子别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。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好，知道就好。老赵，你也没睡啊？哎呀，睡不着啊，你也一样吧？哎呀，这些日子中江污染，洪峰闹事，田壮达逃跑，哎呀，搞得我像在火炭上坐着一样。怎么样，觉得疼了吧？是疼啊，我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就得要承受这种疼。对，疼了还不能哭，不能叫，你还得笑。哎呀，你现在这种感受啊，我完全能够理解，我也是这么过来的嘛。啊，可是我得跟你说句心里话，我把你扶上马，可以送上一程，
不能老是给你擦屁股。你这个好人是不能再当下去了。你必须记住，你就是这个省会城市的一把手。广州的同志接到我们的报告后就跟我们联系了，等我们核实完后，他们立刻去抓人，可人已经跑了。这么说，又泄密了？是的，3天内2次泄密，这说明田壮达这个案子非常复杂，也很棘手，也许会涉及到中江市相当一级的领导干部。有依据吗？到目前为止，除了市里的陈忠诚、李东方，还有省里的赵达公，加上我们反贪局的几个办案人员，其他没什么人知道田案的内情。那你想说明什么？你总不会认为达公和东方同志会卷进去吧？陈忠诚、李东方和赵达公，他们3个是什么关系？现在也不确认，也许会涉及到中江市相当一级的一批领导干部的利益，所以我认为这2次泄密非同寻常。那你的意思是？能不能省里派工作组进入中江市？洪峰闹事，田壮达逃跑，中江污染，这3件事啊，没有一件是好办的。从表面上看似乎很简单，该判的判，该抓的抓，该治的治，3下5除2都能解决。可是这里面的牵连，有谁说得清啊？是啊，中国的很多事情被这种牵连搞得很复杂。这3件事从基层、中层到高层全部进去了，解决起来很难。当断则断，我呀就怕你心太软。东方啊，咱们在一起不是1天2天了，我完全了解你的个性。你呢遇事很周密，但是周密势必带来举棋不定，这可是从政的大忌呀。是您说的话我明白，我不是一个没有魄力的人，可是有时候这种魄力会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。如果当年不是我，孙大姐也……别，这事儿不提了，过去的事儿啊。哦，对了，你今天上哪儿去了？我找你1天了。钟书记把我叫到秀山去了，让我研究一下这个移民的问题。结果我去了，他人没有了。我们这位大老板呐，从来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他要做什么事情，绝不会考虑别人是怎么想的。这点倒是我们应该学学的。好了，我明白了。钟书记，你早点休息。好的。钟书记怎么说？这样吧，先不要急于插手，我们再看看。再看看。再看看。威风锣鼓了，要的就是这个威风的劲儿。老季啊，我说过了，这热馒头吸杂气啊，就是灵了。你问问，这会议室里还有呛鼻子的油漆味吗？我保证，赵省长和李书记啊，在这里待上半个小时，绝没有问题。这可是20袋面粉呢。糟蹋了，
糟蹋什么呀？啊，把这些馒头发给锣鼓队的吃嘛，这不又节省一笔开支？我再吃出点什么事儿来的？能吃出什么事儿啊？啊，另外你传出去不好听啊！啊，咱们为了领导的鼻子，就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啊，把这些馒头都弄去喂猪？那你，哎，这下行了吧？要死我先死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老季呀，你现在是平岗镇的当家人，花钱不能大手大脚的。你平岗镇当真富得流油了？我说，你是平岗镇年轻的老书记的，这个镇的家底你还不知道吗？我说的不是这些馒头，资金。老季，一个圈友能干什么呀？啊，见了我除了要钱还是要钱，就不能自己配置资源吗？我盖这座大楼的时候，没向上边要1分钱。记住，同志，为官一任要造福一方啊，就要出政绩。这座大楼不但是我的政绩，也是你和全友的脸面呐。哟，你可别提我和全友，这幢大楼啊，主要是你们上届班子的政绩，我和全友啊，可不敢贪天之功。你们知道就好啊！啊，我在这里干了4年呢，没日没夜的操劳，给你们打下了这么好的基础，以后腾飞啊，就看你和全友的了啊！喂，季务顺。哟，王秘书，哎呀，省市领导让我代表他们向平岗镇的父老乡亲们表示热烈祝贺。早知道这样，你说咱们还给锣鼓手打什么白条子？你说不是？那我们这几天准白忙活了。没白忙活，省市领导不来，我们自己捡嘛。一共扎了5个彩球呢。那好办呢，我捡2个，你捡2个，老季捡1个，走，现在就出去，都给我高兴起来啊！别哭丧着脸。不是，黄院长，我就琢磨，是不是赵省长和李书记对我们有没有意见呢？就是啊，哎呀，谁知道呢？我在这儿当书记的时候，连省委中书记都来过，赵省长和李书记就更不用说了，一请就到啊。这次真是有点怪了。好，不说了啊，都给我笑啊！别在群众面前露怯。放鞭炮。李书记，情况基本上摸清了，这次污染的后果相当严重，商阳县全境，清湖市部分乡镇已经喝不上水了。预计这种情况还得持续1周左右。除了部分值班的车以外，大部分消防车已经派去送水了。农业的损失情况报上来了吗？光平岗镇花溪村报上来的损失就已经超过150万。钱市长知道吗？我们找不到钱市长，他昨天一直在开时代大道的论证会，也不知道在哪儿开，据说今天还得再开一点。这个钱市长怎么像搞地下工作似的？今天会议地点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没定地点，说是临时通知。你当市长那会儿能跟赵省长这么捉迷藏吗？哎，你听说过没有？钱市长在省经委的时候就是有名的2大干部。哪2大干部？
大牛逼、大滑头，是部委局办，没有人不知道。你以后不要在背后说领导干部啊。我是李东方啊，钟书记啊，钟书记，我知道，你怎么你在秀山啊？昨天我去晚了，我马上去，好，我到秀山去，你呢找一下工业园的方主任，你跟他说一下，昨天的事情随他过去了啊，让他大胆的把工作抓起来。还有，你找一下钱市长。石榴污染这么严重的市长躲哪儿去啊？躲到天上也给我找出来。好的。秀堂，你看你们这里是不是有点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的意境啊？总书记，作为生存环境来说，可不美妙呢。降水量本来就少，又没保护好植被，土地都沙化了，让老百姓怎么活呀？要根本解决秀山的问题，非移民不可。树挪死，人挪活嘛。是。钟书记，李书记到了。这次不能再出现倒流现象了，一定要牵得动，安得稳，争取在3年以内，彻底改变秀山山区3万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问题。是，钟书记，我们一定按您和省委的指示办。李书记和市委、市政府对这个工作也一直都很重视。东方，对秀山的移民工作，你们真的很重视吗？我不来，恐怕你们也不会来吧？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在这里，当时你带着突击队在工地上干了7天7夜，我跟你握手的时候，手上的老茧扎人。当时我就想，这是一个真正实干的同志。可是现在我问你，那个满手老茧的小伙子还在吗？现在不要回答我，把这个问题搁在心上，经常问问自己。我记得我在中江主持工作的时候，你就是副市长了吧？而且是最年轻的一个，对吧？是，现在不行了，老了，45了。老什么？45到60，还有15年好干。3个5年计划嘛。这15年里头你干什么？你有你的思路，我不干涉。可是有一点，一定要在前3年下大决心解决秀山的移民问题。我们都在这里工作过，这里养育过我们，就是再忙也别把它忽略了。如果由于你的一意孤行，造成秀川百姓的流离失所，你以后还有什么脸回来？不要老喊着干大事出政绩。什么是大事啊？民计民生就是大事。什么是政绩啊？造福一方百姓就是最好的政绩。您在中江主持工作的时候，就一心努力的想把秀山的问题解决。我和完兴交换过意见，我们2个也会努力的。是啊，这就好。东方啊，你要知道，这可是我的一块心病啊！不把秀山的问题解决好，我死不瞑目。繁星怎么没来？他在家里开办公会，研究时代大道的规划方案。这时代大道，当年在钟书记主持中江市委工作的时候呢，也规划过。
但是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，没能够上马。邵副省长主持中江市委工作的时候呢，当时因为一门心思搞新区，所以时代大道也只能是纸上谈兵。那么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啊，我们肩上所担负的历史使命，就是齐心协力克服困难，一举实现钟民仁书记的历史心愿，确立我们中江市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中心地位。怎么样？先生，要说实话啊，钟书记当年的规划已经落后了，我们的新规划可以保证在新世纪30年至50年不落后。这话不要再说了，传到钟书记耳朵里不好啊！好像已经传到钟书记耳朵里了。据说钟书记不太高兴。江山江北住着，一个省委一个市委，好话坏话都传得快嘛。就怕有人添油加醋，要是那样，麻烦就大了。这个大家也不用怕，钟书记的作风那我知道，他就喜欢干实事干大事的人。我跟钟书记这么多年了，我还不了解吗？啊？那不一定，上时代大道是好事，有条件一定要上。可是我也给你们提个醒，摊子不要铺得太大，也不要瞎吹几十年不落后。你们说不落后就不落后了？这决策的依据在哪里啊？摊子铺大了以后，资金有没有保证啊？切记民力不可使过头，要量力而行。是。老乡啊，这军大衣是救济来的吧？啊，是去年秋天救济的，每家都有一件，过冬嘛。这里边的棉花呢，过冬以后换酒喝了。换了一瓶高粱土烧，换亏了。那前头的老李，他换了2瓶。老同志，你们是不是跟我们来发救济的？我们不是来发救济的。哎呀，老同志，别忙我了。每年的村上都要发救济的。你看我们这穷的，连吃饭的筷子都没有一双。你看这孩子要吃啊。你们看看，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？我真没想到。东方，我看今年的移民速度还要加快，力度还要加大。你看是不是能从1万增加到2万啊？我们争取吧。老乡，不能越穷越生，越生越穷啊！这人多啊，领救济才不会吃亏呢。秀堂，你看看，你们的工作思路有问题吗？钟书记，您说怎么办呢？总不能把这些超生的人口都饿死吧？小朋友啊，长大以后干什么？吃救济。您是不是饿了，需要吃点东西啊？我看您累了，咱们前面找个地儿休息一下吧，好吧？停一下前面。东方，我这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，跑了一趟秀山也没走多少路，怎么就累成这样？谁说的？我们连续跑了3个点，我都有点受不了了。你看，真是不错，你身体。你别安慰我。今天跑了一跑，这心里觉得，怎么得了啊？
那么大点孩子，他就知道，长大以后要吃救济。看来，我们不但要搞好移民工作，还要重塑他们的精神呢。当年秀山可是汴西古王国的发迹地呀。秀山祖先金戈铁马下洛阳的精神到哪里去了？要把它找回来。是，您说的没错。我们想重建环境的话，首先要重建精神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这些人当官当久了，多少有点萎靡不振，要有点新鲜事物冲击一下。听说你把家国调起来了？市长助理已经报到了。你坚持用家国，我不反对。可是我要把丑话说在前头，千万不要让这个杨博士牵着鼻子走。这里是中国的中疆，要提醒这位博士，别忘了中国国情。是，这个我们会把握好这个分寸的。达公同志在家国任命这个问题上没有提反对意见吧？他为什么要反对啊？避嫌嘛。达公同志主持中江市工作的时候，我曾经提议让家国同志做中江市政府秘书长，达公同志坚决反对啊。他很有原则性嘛。是，他也很有魄力。对，你身上缺的就是魄力。所以我才把樊兴同志从省经委调来跟你搭班子，现在可以给你透个底。让你做中江市委书记，我是有点担心的。做副手你能摆正位置，做一把手行不行啊？达公同志极力推荐你，说你行，在省常委会上为你唱了1个多小时的赞歌。还有这事啊？你装什么糊涂啊？你跟达公同志关系谁不知道？是我跟达公同志关系是不错，可是我没给达公同志唱过赞歌。中组部找我谈意见的时候，我实事求是说的嘛。你那么敏感干什么？我是敏感。该唱赞歌的时候就是要唱。可不是吗？已经60了。我让你跟着我一点，你为什么不跟着我呢？我已经跟你10几年了。好了，大家都很累了啊，歇会儿吧。现在我们请赵省长给我们做指示啊。谈不上什么指示啊，谈不上指示，大家都是老朋友了嘛，咱们没有必要摆什么领导架子，是不是老马？对。我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，好像是刚刚进中江市委。对，您当时主管文教卫。是啊，您是中江市的老领导了。这首歌写得好啊！哎，老马，我记得第一个唱这首歌的好像就是你啊。对。是我呀，这首歌呀，一直是我们的压轴曲目，所以我们才把老马请回来，这也是对老一代创业者的一种回忆和纪念吧。好啊，不过光回忆过去还不够，我们还要展望未来啊！青年是未来的希望嘛，所以我建议啊，年轻的同志要多听听这首歌，多唱唱这首歌。从中吸取养分，啊，这个哎，那个小刘啊，叫刘江的来了没有？在那儿。哎，来了。哟，你这个音乐学院高材生怎么打起锣来了？你在春节晚会上唱的那个叫小白杨是吧？啊，唱得很不错的。哎，怎么样？这个号子你敢不敢唱啊？
看吧，气短了吧？越是这样越需要锻炼。我看就这么定了，这个号子就由你来唱。对这帮小青年要多捶打捶打，磨练磨练啊！咱们这帮老家伙不能老是护着他们，你说呢？对对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啊！刘家，这首歌一定要唱好，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多向老马请教请教。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成功有奖，失败要罚。我可是要来检查的哦。是，赵省长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好。还有个活动，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好好帮你啊！赵省长，您真棒！兵不血刃啊，就缴了马老头的枪。就你会机灵。哎，干嘛呢你？我说的话你没听着啊？我再跟你们说一遍啊，就这些水果点心从哪买的都给我退到哪儿去，谁知道时候谁给我掏这个钱。哎，算了，大钱都花了，你老计较这些小钱干什么呀？另外这些同志也太辛苦了，没工资也没加班费，不行，大家就分分吃算了。谁不辛苦啊？谁拿到工资和加班费了？啊？你跟我吵吵什么？你忘了谁是一把手了？等会儿，反正这日子也不过了，大家都别过。我告诉你，你这要多吃多占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跟你说，刘全友，我不是又批评你啊，你这个位置总是摆不正。哎，就拿今天剪彩来说吧，我一把手捡1个球，你就敢捡2个球啊？你也敢捡？当时花县长在这儿，我是考虑到班子团结，我不跟你计较啊。你的好也不谦虚，小剪子居然敢往前伸，我只想一剪子把你手指头给剪下来。那是花县长的指示，是他说的，他捡2个球，我捡2个球，你捡。这烟味儿不错。哼，不花钱的烟都不错。哎呀，全友，行了，你也别闹情绪了。咱俩以后啊，就这样，大事讲原则，小事讲风格，好不好？来，你过来，离近点，你别跟那国共谈判似的。坐这里。你以后把农民蹲炕头的作风改，你把烟头给我捡起来。明天写个牌子，随地扔烟头罚款5块。你这次就算了。季书记，既然是研究工作的话，那我就跟你谈点心里话。咱以后可不能再听那花县长他胡咧咧了，那家伙他是坑死人不偿命啊！你说他都干什么事儿吧？4年他欠下了几千万，让咱俩来拉计划，他就这样，他还敢请赵省长、李书记来剪彩？你说这？所以呀，咱们得一致对外。你想剪彩，不花2万吗？你给我报3万5，找花院长签字去，让他批。哎，你这还有今天的《时代新报》吗？有，你要我马上跟你联系，走，我给你打电话联系一下。哎，你马上帮我联系。你听说了没有？今天的报纸上有大奖。嗨，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那都是骗你去买报纸。我刚才看见了，都一捆一捆的买，这不回家拿钱去了？那我得去看看，还有什么大奖？哎，老三，哎，三弟啊，来，听我跟你说，咱不卖，咱们买这报吗？你想买报纸啊？有多少要多少。我还不卖了，我呀要把这些报纸赠送给那些想看报纸的人看，看看这中江市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中江市没有公道，可这世上有公道
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是？哎，想看一下啊！为什么在法治时代打不赢你想要去做闹事啊？干什么？在这中央市到底发生了什么啊？你去把分报纸。红枫服装公司的案子，中院不是已经判了吗？他们要是不服判，完全可以向省高院提出申诉。这样不顾影响的一闹再闹，有完没完了？我这样苦口婆心的跟他们谈话啊，还和东方同志一起帮他们推销西服，他们居然登出这样的文章，什么意思嘛？赵省长，这里面有阴谋，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搞我们中江的小动作，想在关键的时候捅您的刀子。把《时代新报》送一份给钟书记，就说我请他看看那篇文章。啊，王书记，你能不能把手上这张报纸给我？我马上送过去。怎么，就那么一份报纸啊？这张报纸啊，还是我花了10块钱的高价才买到的。中江市委啊，把机关干部都派到街上收报纸去了。嗯，哼，中江某些领导同志怎么了？嗯，怎么这么害怕新闻监督啊？人家记者讲的对，你就改正；讲错了，让他们公开道歉，赔偿名誉损失嘛。啊，你去复印一份吧，复印件留下来，我再好好研究研究。哎呀，一篇小小的文章，让这么多的高级干部坐不住了。哼，怎么回事啊？又是冷枪案件，就看不到我们干点实事。好，赵省长，好在这件事我们处理的及时。《时代新报》在中江的零售销量不会超过1000份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收回了700多份，消极影响不会太大。另外，赵省长，沈小兰作为党总支书记兼总经理，这么不听招呼，我觉得应该给他做出相应的处理。还有那个记者，我也认为已经不合适待在这样的岗位上。记者的事儿让他们总编去管，我们就管总编。谁让他们这么干的？中诚同志下的命令，机关没有事的干部都要上街去收购报纸。谁给他这个权利了？老百姓怎么看我？去把陈忠诚给我叫来，快啊！哎，这篇文章作者是谁？哦，中江日报社的女记者沈小阳，是红枫公司沈小兰的妹妹。姐，怎么样？头版头条。不过有个新情况啊，我要跟你说一说的。什么呀？赵副省长最近态度有所转变，他不像以前那么强硬了。他和李书记啊，还帮我们推销了250套服装。你说我们这么写人家，是不是太强硬了点啊？嗨，你呀，就是心太软，这只能说明他们心虚了。你给我好好坐下来，咱们俩仔细商量这个事儿。哎呦，我的姐姐，我商量什么呀？我还有事儿呢，我得去平岗镇。那好，你去吧。哎，不管怎么说，我还是要代表我们全体干部和职工对你表示感谢啊！别说的那么隆重，我是记者呀，我只不过说了几句公道话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时的感情冲动什么的啊。你看，又没正经了。哎，你去平岗镇干什么？我采访陈兔子呀。哎，姐，我问你啊，你是不是真想感谢感谢我啊？你什么意思你？那给你们家季书记打一电话，让他给我们报社赞助点兔子什么的，好吧？哎呀，你呀，你就别去坑你姐夫了。你看他们那儿都穷成什么样了呢？到真格的就不行了吧？妹妹就是不如老公亲，什么也别说了。得了吧你！请问沈小兰住这儿吗？我是。您是啊？我是赵省长叫我送钱来的。好，你不用再跟我解释了。出现的这些问题，你要动脑子好好想一想。坐吧。沈小阳的文章我看过了，当然有些问题需要核实。但是红枫公司的官司，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。沈小阳的文章一再提司法公正、社会公正问题，我看提得很好。依法办事是对的。不以前代法也没错，可是我们的法官
有法不依呢？李书记，有件事情我必须汇报一下。沈小阳是红枫公司经理沈小兰的亲妹妹，所以她的文章不可全信。我觉得应该让报社把沈小阳调离记者岗位，还有那个沈小兰也应该做出相应的处理。这样做不对，以后谁还敢说话？收购报纸你就欠妥的，那么多人上大街大张旗鼓收购报纸，在群众当中造成什么样的影响，你想过吗？收报纸的事儿，我是请示过达公同志的。那你请示过我吗？我们的确请示过很多次，可就是一直没有人理我们。刘经理，真的，我们真不是冲着赵副省长去的，我们是冲着这场窝囊的官司。可李娟，她一直打着赵副省长的旗号，叫我们有理没处说呀。你说我们怎么办？当初这李娟确实是我们家老赵说的典型。不过你们这官司嘛，该怎么申诉怎么申诉。老赵说了，一定要依法办事儿。老赵还让我告诉你们，无论什么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，你们没有这个特权，李娟也没有这个特权。好了，赵副省长的意思我都传达了，那就再见啊。好，再见。哎，哦，另外啊，你记住，李娟是李娟，她与赵副省长与我们家毫无关系。你们可不要轻信那些别有用心的谣言哦。再见啊！啊，走好。都说周玉英是裴松书记的老部下了，他到我们中江来当副检察长，抓反贪，是来者不善。显然是想把中江的干部一个个搞倒，闹一场政治地震。同志，这话不能听。一个人只要行得正，是不会给搞倒的，除非自己把自己给搞倒。周英同志，他坚持原则，我们应该支持他，不然就是我们自己自身不干净，怕反贪反到自己头上。很明显，田壮达早有准备，这3个亿是分6次从中江账户上转出去的，先是在国内的几个地方转了转，最后转到了香港一家公司。这家香港公司是谁开的？名义上是中江市政府驻香港办事处开的，但实际上是田壮达的情人叫程珍珠，他把持着。程珍珠，什么人？原来是市府机关干部，2年前移居到了香港，是陈忠诚特批的。所以我觉得咱们有必要查清楚陈忠诚跟此案的关系，起码是他特批的内幕。话是这么说呀，可是李书记，你就能肯定周玉英是坚持原则的？难道他的所作所为就没有自己的政治利益吗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也是在搞政绩工程啊，是想用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顶戴。哎，中诚同志，话不能这么说。啊，哦，我知道了。好。李书记，周玉英是王培松的人，而王培松又是赵达公同志的竞争对手，他急不可耐的要插手田壮达这个案子，难道就没有自己的政治目的吗？我们的目的不仅是特批的内幕，洪峰的官司也值得我们注意。你好好看看今天的《时代新报》，也许会对我们办案有启示作用。司法不公正必然涉及腐败，这也许是个突破口。陈忠诚为什么会去收报纸？这里面有什么文章啊？嗯？老书记，我建议您，要不您跟陈忠诚谈谈？在没掌握确凿的证据之前，我怎么和他谈呢？能谈出什么结果？我敢说，只要王培松插手这个案子，
我们中江市就是没事都会整出一大堆事儿来。好了，钟同志，不要无端猜疑自己的同志。但愿我是小人之心吧。玉英啊，你心里要有数。中江的情况错综复杂，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陈忠诚。陈忠诚上面有李东方，有赵达公，都身居高位，他们两个与这个案子有多大关系，我们还不清楚。但是，必须要稳妥，既要一抓到底，又要做成铁案。稍有疏忽，都有可能引起一场强烈的政治地震呐。我明白，正是因为有这种复杂的关系，所以田壮达的案子调查起来很困难，会是什么结果也很难说。结果只有一个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我已经通知周玉英同志了，让他把田壮达这个案子一查到底，查得水落石出，不管遇到什么阻力。好的，我马上去办。不过李书记，这个事儿咱们是不是要请示一下达公同志？可以，你可以直接向我汇报，不过一定要注意保密，千万别忘了，陈忠诚当了多年公安局长，又是主管政法口的市委常委，他如果真卷进去了，你的处境会很困难。这些我都想到了。现在的关键是拿到确凿的证据。你放心吧。回去大酒店。东方啊，你要不要想的太多了？田壮达的任用是经过组织考察，市委常委集体讨论研究决定的。谁想利用田壮达做文章，也没那么容易。那这个账我们还是要认。3年了，在3年里，市投资公司2套班子都垮了，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啊？唉，田壮达这个案件啊，估计又是连连扯扯一大串，这一个个不是都从我们手里提起来的吗？行啊，就这样一天到晚抓人吧，把下岗工人情绪煽动起来，那就更热闹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这是在老伙计面前说说气话。大老远的跑回国跟我离婚，你累不累啊？没你累，又想升官又想发财，机关算尽了吧？那是，我的脑子你不清楚啊，游刃有余啊！想赚钱，贷款了50万，赚了5个亿；想当官，还真让我当上了副市长。哎，我给你纠正一下啊，是市长助理。哎，你都当助理了，还让我坐出租车呀？那是跟赵省长学的，绝不以权谋私。贺助理，你不是想沽名钓誉吧？别一口一个助理助理好不好？啊，你那么爱国，不了解中国国情啊？在中国呀，哼，只有姓傅的，在称呼上没有副职。官瘾这么大，贺助理啊？那是啊，连做梦都想当官。来，上车。我看你现在就在梦里边，也许啊，还是一场噩梦。啊，上车上车。你像守钱柜这种岗位，田壮达这种人以后的坚决不能用。用人问题上，我们还是要谨慎。东方啊，你不用开拓性的干部，局面怎么打开啊？也不能因噎废食啊。你自己心里也清楚，钟书记到现在对你还有保留看法。所以呢，你再难也要把证据抓出来。时代大道，要尽快的上，要作为你们这届班子政绩工程来抓。你想想看，在钟书记和我手上没完成的事情，你干成了，这不说明你李东方并不比任何人差吗？是不是？钟书记再三警告我，民力不能使用过度，时代大道可以上，
但摊子不能铺得过大。那么钟书记抓移民，是不是在抓自己的历史形象？东方啊，你不要犯傻了。时代大道，该怎么上就怎么上，只要干成了，钟书记照样会认账的。钟书记认账了，老百姓认不认账？贺家国呀，你就是削尖了脑袋也别想爬到我老爸现在的位置上。你呀，就算是不去美国，也别当什么市长助理，真的。你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当官的料，这会引起官愤。哎，引起官愤倒不怕，就怕引起民愤啊！太天真了吧？我给你打个赌。好。明年的今天，你如果还在现在这个位置上，我就立刻飞过来跟你复婚。为了不跟你复婚啊，我就主动辞职。国际工业园的污染问题，那就是个头疼的事儿。就是因为国际工业园这项工程是钟书记当年抓的政绩工程，谁也不敢碰。要我说，还不如早点关掉。哎，这个钉子你可千万不能碰啊！国际公园开着是有不少麻烦，可是也有不少好处啊。一块稳固的税源，还能养活几万个人。咱们说句私心的话吧，就是要去碰这个硬钉子，你让下游的市委书记去碰啊，让他们提出要求官员。有些话该说的我还是要说的，还是要说。我不瞒你说吧，在到省里来工作之前，有段时间北京想调我当时就动了个念头，只要北京那边调令一下来，我这边马上宣布关闭国际工业园，得罪大老板我也不怕。哼，可是结果还是到了省里，还得看大老板的脸色。其实啊，这个账啊不能算在钟书记一个人身上，我们也是有责任的。我们当时确实都支持过这件事情。是啊，我们都支持过。可是钟书记临调到省里之前，还拍板上了个电镀城，引进了那么多的垃圾企业，才造成今天这样被动的局面吗？当初决策上工业园这个没错的，就是后来把一些污染的电镀企业引进工业园，这个